希望每一个人物都是一个令人信服的战士。我们认为我们设计的角色必须是接地气、可信、鲜活、可爱的。我们想确保好每一位干员都能够人如其名，在战局上立下功绩。既要重新诠释经典 IP， 还要抓住年轻人的审美趋势。三角洲的角色要怎样塑造？这是项目早期我们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经过无数的不停的思考、争论，还有试错，我们最终确定了角色设计的3个基本原则：军事写实、个性突出、兵种差异。高度的军事专业感是我们贯穿整个游戏的重要标准。我们希望每一个人物都是一个令人信服的战士。服装、装备、武器，我们都做了深入的研究，对他们的起源、制式、型号、应用场景都尽可能的讲究，也请了国内外的专家帮我们持续的提升。为了让角色更有灵魂和记忆点，我们创作了这些角色组成的特种小队 GTI 小队，成员来自世界各地，有不同的背景、人生经历，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同时，角色设计会直接体现突击、支援、侦察、工程4大兵种的特点。比如突击兵就是轻量的装备，突出机动性；工程兵则携带更多的战术背包和工程道具。具体以军事写实为原则去做角色设计时，我们会保留游戏性元素，而非局限在拟真的框架中。以露娜为例，我们参考的是某国情报组织的一个内勤转外勤的人员。同时，我们还把它设定成一名参加过奥运会的弓箭手。这听起来有点戏剧化，但实际上，弓箭手的设定是能够匹配他的技能设定。我们认为，我们设计的角色必须是接地气、可信、鲜活、可爱的。像害爪，我们把它设计成一个爱2次元、爱玩游戏的女生。像这一次巴黎奥运会，我们发现很多00后运动员都有一些2次元喜好的表达，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一些的表达融入在我们的角色中。一个一个角色这么做下来，我们在设计的道路上也越来越坚定。往后的角色，我们会融入更多我们喜爱的元素。在早期制作角色的时候，团队用很多传统方式，比如手动雕刻技术，这样做出来的人脸其实很受个人审美的限制，很难达到团队里所有人对写实的要求。我在这个时间点加入团队，和角色管线一起，我们选择了3D 扫描技术，用了好莱坞电影选角的方式，去选择最合适的真人原型，直接扫描他们的面部数据，然后导入游戏。这个过程充满了挑战，但也收获满满，让三角洲的角色品质有了质的飞跃。而在和好莱坞电影行业人员合作的过程中，我们也认识了很多专业的服装道具专家，还有军事专家，得到了很多装备设计方面的专业指导，包括哪些具体的型号更符合现代或者近未来战场，装备如何搭配更加合理真实等等。通过这些指导以及批量的选型和扫描，为三角洲快速制作了大量的专业装备。当然，在整个环节中，我们很注重版权保护，通过专门的设计与审核流程来保证有足够的原创设计。在角色语音方面，我们需要同时演绎军事写实风格的临场感，以及角色的个性特色和技能表现。投射烟幕，打爆他们！我觉得你可以稍微牺牲一点点，就是我们希望在战场的真实性里加入一点的英雄主义，风格上呢就会往回拉一点。他们蹲不住了，击垮他们！但依旧需要在紧急情况下保持高浓度的情绪，同时也给予一定的空间进行一点幽默嘲讽。雷崩就等于成功，来杯凉茶，别上火了。或者是根据角色特性有一些脱口而出的方言等等。玻璃你結束啦，出嚟啦，唔好匿啦。關卡中的 BOSS 是我们的玩法特色之一，塑造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 BOSS 尤为重要。我们不想设计一个肤浅的坏人，更希望 BOSS 也是一个有自己的爱好、信仰、追求的活生生的人。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会把与 BOSS 相关的玩法、场景、肢体动作、语音、音效等一起做全方位的塑造。比如我们的第一个 BOSS 雷斯，玩家还没见到他的时候，就能从远处听到他播放的歌剧音乐。这种感受十分奇妙，也获得了国内外玩家的好评。Game AI allows characters to interact naturally with their surroundings, make FPS games more fun and immersive. Our AI characters don't just act the same in every situation. They take cover, responding to the player's action and engage with the environment. We are also adding new characters like enemy bosses and special units, each with unique behaviors. Our goal is to make every encounter feel dynamic, not robotic. 在角色动画中，我们会把握住贴近顶级特种兵、高科技等关键词，去确定我们动画风格的尺度。通过研究大量的材料和向海外特种兵进行交流学习的方式，去制定我们动画设计的标准。跟他们的合作，给我们角色的战术动作带来足够强的军事代入感。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大量的不同干员、特殊武器的各种动作，比如处决动作。也是采用实拍演练的方式，去确定我们前期设计的真实可行性，确保动本和制作环节的高效推进。在设计兵种的时候，我们会先确定好我们想要达到的宏观战斗体验预期，然后结合博弈的循环，也就是 OODA 理论，去设计个人与小队的基本战术、能力与职责，由此形成了4大兵种体系。在设计兵种道具的时候，我们会先确定好干员的定位，以及他的体验目标，以及匹配的玩家群体，以及为战术生态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由此，我们再进行深度的打磨。比如红狼，就是为了喜欢那些把战斗拆解成多个1v1的玩家和连续游走的玩家而设计的。由此呢，这个角色可以应付较复杂的情况。当然，在面对一些精密协防的玩家小队的时候，他的能力就相对有限了。那么，为了那些喜欢强势破点一打多的玩家，威龙就此应运而生。我们在上线前会对干员进行多次内部迭代和测试，以确保他们能够建立起我们期望的战术预期和游戏乐趣。我们想确保好每一位干员都能够人如其名，在战局上搅动风云。我们关注到很多玩家都在提滑铲问题，那么我们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了解。不同立场的玩家对此都抱有不同的意见。对于那些喜欢高机动性的玩家而言，缺少滑铲可能没有足够的紧急避险能力，在混乱的枪线中缺乏足够的安全感。部分倾向于低操作诉求的玩家认为，过于高上限的频繁身法对抗可能会带来较大的对抗压力，不利于他们的游戏体验。面对这样的差异化诉求，我们计划在未来的版本中，给干员投放利于紧急避险且操作上限较低的通用身法，也会增加续航手段和补给手段，来缓解生存能力不足的问题。在角色设计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反思、寻找写实和美的平衡点，也在探索不同的群体、不同年龄、不同国家对军事调性下美的期待和理解。游戏开测面向大家后，很多业内的朋友和玩家都称赞三角洲这种军事写实的调性和市面上很多的产品都不一样。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独特之处。我们会继续坚持打造具有三角洲自己风格的军事美学，同时除了我们的坚持之外，也非常希望听到大家的意见和建议，非常欢迎大家多给我们留言。近期我们也会推出角色的共创活动，期待大家的各种奇思妙想，让我们一起把三角洲行动做得更加的有趣，更加的好玩。谢谢大家。